体味一方水土，都市隐藏的深夜食堂是最真实的地方。爱吃宵夜的老广们在这里绝不会刻意斯文，吃得粗犷生猛，聊得热气腾腾。如果再配上一份老广的宵夜之王啫啫包，生猛烫嘴，香气四溢，就会暖到熨帖，吃成境界。啫啫是个拟声词，食材放于瓦煲中，经过极高温的烧焗，瓦锅中的汤汁快速蒸发，发出啫啫声。这是煲仔饭的完美延续，也是粤菜独有的烹调方式。啫的品种非常丰富，不过最早令啫啫包风靡南粤的却是黄鳝。做啫啫黄鳝包，野生黄鳝为最佳。距离广州200公里，有条廖坑河。这条河流经6祖故居云浮新兴，是个河鲜宝库。清明前后的野生黄鳝最为肥美，但要捉到这全身滑溜溜的家伙可不容易。裝一個籠要好多有人㗎嘛？要4-5條啦。曾树汉是廖坑本地人，他在廖坑河边开了间餐厅。新兴人人都爱吃的黄鳝饭、黄鳝羹都是他的拿手好菜。但说起捕捞黄鳝，曾树汉的叔公才是个中好手。打樹係比較好一啲，條例比較多啦。黃鳝喜歡淤泥質地的水域，穴居在泥洞或是石縫中。要想抓住它，需要一種特殊的工具。一個籠咧就係組串積下來嘅，都係要裝黃線嘅，一頭大一頭細。這個捕鳝籠設計精巧，籠口有一圈竹梳，讓黃鳝進得去，出不來。放啲有草多草地方啊。把籠子拴在岸邊的水草上，籠尾要稍稍露出水面，因為黃鳝的鰓早已退化，要從空氣中呼吸氧氣。黃鳝夜間出來覓食，傍晚是放籠的最佳時機。不過，叔公和曾樹漢今天來得比往常早，正值清明，這是木拱村的大日子。村里人從四面八方趕回家鄉拜祭祖先。話之後大家熱鬧，大家身體健康，好冇？35圍台的流水席從一早就要開始忙活。老曾當仁不讓做起了主廚，而黃鳝無疑是最令新興人垂涎的家鄉美味。焯過水的黃鳝撈出去骨，然後用秘製的調料醃上10分鐘，澆到煮熟的米飯上，撒上蔥花，再燜5分鐘，一大鍋黃鳝飯新鮮出爐。老曾的獨生兒子今年15歲。讀中學的他，只有節假日才能回家。爸，你整啲黃鱔飯好食，黃鱔羹仲好食。好，明天整個俾你食。为了让儿子吃上久违的黃鳝羹，第二天一大早，老曾又撐着船和叔公收籠去了。嗰籠一路動喎，一路喐喎，應該又有喎，睇下先。嚟，哇，好似好重喎。係。哦，1、2、3、4、5、6、7。
7條喎呢個籠啊！前都幾勻稱喎哦，有冇望？最大有咁大喎哦。10幾個捕扇籠收穫了近10斤黃鱔，留下3斤黃鱔犒勞讀書的兒子，剩下的都拿到店裡。老曾的店不大，但夫婦2人勤勤懇懇，實實在在，倒也把小店經營成了當地20年的老字號。旺火熱油，扇片下鍋爆炒，加入蔥、青椒，一道家常的爆炒扇片讓人食慾大開。黃鱔羹要用新鮮的活鱔，5分鐘後撈出煮熟的黃鱔，取鱔肉絲，加入調料炒香，再加入鱔血湯。這黃鱔羹不僅香味濃郁、鮮美異常，而且滋補。你爸幾時人嚟講？不同於母愛的絮絮叨叨，父愛總是比較沉默。老曾把自己對兒子的愛和期望，都默默地融在了這碗料足味美的黃鱔羹裡。晚你咁瘦，吃多啲肉啦。羊肉，更多時候被打上北方的標籤，這並不影響老廣們入冬之後對知足羊腩煲的渴望，更影響不了一年四季都吃羊的湛江人。哪怕是盛夏8月，本地人李林曉辦女兒的滿月席，餐桌主角依然是羊肉。早知有你啊，除了好多習慣的，用得多用。南方產山羊，吃山羊肉也必然帶皮。帶皮羊肉在口感上有獨到之處，燜燒羊肉肥瘦適中，入口層次多元，眾人避忌的腥膻味收斂不少，訣竅就在李林曉心中。今天舉辦滿月酒，敬一下大家啊！謝謝你們，大家吃好喝好啊！來準備，拿給來，恭喜恭喜啊！酒酣心熱，濃濃的人情味兒伴着的熟悉味道，讓李林曉特別滿足。曾在廣州只身漂泊10年的李林曉，很珍惜在家的日子。3年前，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他辭去了上市公司做銷售的崗位，回家養羊。做事兒講究的他，還專門在羊圈邊租了塊地種植牧草。每天早上割草餵羊是他的習慣。不知道哪個農戶放了一把犁，在那地裡面，在草地裡面收割的時候沒有看到，把它卡住了。有400多隻，都是我們本地的山羊來的。哎呦！哎呦！湛江徐聞出產的黑山羊，早在20世紀初就已飛升華南，近來受外來羊種的衝擊，江湖地位有些不保。李林曉回鄉創業，決定復興本土品牌黑山羊。高低層羊圈是他精心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羊睡好、運動好。這樣子設計的話，是可以把羊糞漏到下面去。初次涉及畜牧業，李林曉自認為創新的羊圈讓他傻眼了。羊是沒有爬過樓梯，所以我們當時買回來的羊，都是一隻一隻的抱上去。當時一開始剛買的是100多隻，就抱了100多隻，都累垮了那時候。
小羊羔一出生的话，我们就像照顾小孩一样，不管是夜晚的2、3点，我们只要听到小羊羔的叫声的话，我们都会起来看一下。为了找到纯种的黑山羊，李林晓跑遍徐闻各地，终于找到养羊近20年的波叔。呢，本地羊呢就啲頸一頭球，因為一直啲又叫入的搖噶，啊毛叫要掉，卡得氣袋，表面嗰個後面光，因為這啲要6、7個月。山羊天性好动，因此肉薄皮厚，纤维感强。在李林晓的羊圈，每天下午，羊群就会自动集中，等待主人出现。羊基本上每一天都有10公里左右，因为这样子呢，可以提高它的肉质。徐闻的红壤土层深厚，肥力较高，各种植物茂盛生长，是黑山羊最好的天然放牧场。包括一些灌木林、藤类啊，还有一些中草药，比如说黄金莲啊。羊吃了之后呢，它也会对它本身的骚味也会减少很多。起早贪黑，与羊为伴。李林晓的诀窍就是羊养好了，才是好味本源。徐闻当地名菜白切黑山羊最能检验肉质，新鲜羊肉煮烂捞起切片，不用花俏的料理，只需配备一碟简单的沙姜豉油，夹一块放入嘴里，羊汁在齿间爆发，豉油和沙姜的甜辣直冲鼻腔，瞬间让口感得到神来一笔的点化。这也是李林晓的味蕾最有归属感的时候。黑山羊最诱人的吃法，同样是隆重的烤全羊。整羊涂抹腌料后，用炭火慢慢烘烤，羊皮由白转黄，再转至淡棕色。随着油脂渗出表面，一个个气泡争相恐后地舞动。羊肉鲜嫩可口，羊皮焦香四溢，脆如锅巴。吃的人全身冒汗，忘乎所以。李林晓笑言，老广的烤全羊足以扭转北方对南方山羊的偏见。为了一口正宗的家乡羊肉，李林晓选择了做羊倌，用一己之力复兴本土物种的执拗苦中有甘，却应了40循环的大雅之道。凌晨6点，在松树密集的森林，来自广东的陈俊海和曾在意大利米其林餐厅工作过的搭档黄耀辉又开始了寻味之旅。倒一下，倒一下。哎，这个不是。他们寻找的是被誉为餐桌黑钻石的松露。不过，挖了12年松露的纳西族村民并不乐观，因为松露有它特殊的生长规律。松露就是今年挖了以后，明年没有，去3、5年以后才会有。哎，好像有了啊！走，走。3小时的努力后，2颗直径3、4厘米的1级松露终于出现。来，过来，啊，我走。这个算到了吧？成熟的松露带有复杂的菌菇味道，这种嗅觉体验让喜欢它的人深深迷恋，1掷千金，
这纹路很像那个大理石的那种纹路，有一个水也够黑。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吃的比较风靡了嘛，看能不能结合那个广州的，那种广府的那种特色的。开始。这种长相异类的菇菌，没有菌杆，也没有伞盖，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阳光、水量、土壤稍有变化就无法长成。每年11月是采挖的最佳时节。我早了它就没那么黑了，我晚了它就已经腐烂了。我们一天也挖不到几颗了。因为雨季的结束还有不到1个月，松露将缩水至腐烂。虽然身边有训练过的猎狗，但能否及时挖出，运气和经验同样重要。那这个挖完以后要不要把那个土很容易忽略，有时候藏在那个泥土里面。哎，这个是不是？哎，这个稻，你看这个稻的吗？哎，出来了！哇，这个稻这里，这是今天挖的最大的一颗，挖了很多都没挖这么大了。哇！寻找的艰难让收获充满喜悦，但这么简单的喜悦，放在10年前，陈俊海却无法想象。那时的他只会不分昼夜地画图。汶川地震刺激他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甚至一度抑郁，直到偶然被素食治愈，从此浸润其中。天色渐晚，闻着松露的独特芬芳，路边农舍成了陈俊海研发新菜式的临时厨房。今天我们就把那个黑松露跟那个煲仔饭一起尝试一下。来喽，来喽，来喽！让它先在上面先煮，老广的味道，加火吧。这里冷不冷？你们觉得？晚上就很冷。晚上就很冷。哎，今天我们挖到的松露，黑松露还可以了吧？爸，今天这个。哇，好亮啊！开饭喽！香，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香，可以，香，每地饭都有松露的味道。锅包，锅包呢？很香了。精华在那个锅巴。小叶子来，开饭来，谢谢。大哥今天辛苦了，要大碗一点，盛大碗一点给。来，试试看，自己挖的。好吃不好吃？只有野生食材才能原封不动保留季节的味道，这是陈俊海心目中素食的魅力所在，也是他常年行走乡野、不停寻味的动力。吃得很干净啊。它不是经过种植的，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这个食材的这个生长的地方，去挖到它，去摸到它。餐厅是一个大自然跟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刚出土的松露保质期只有3到5天，而且必须用原产地的泥土包裹保存。回到广州的陈俊海和搭档念念不忘松露煲仔饭的美味，如何在每次烹饪时让天然的食材都保留本味，是搭档黄耀辉和他最富挑战却充满乐趣的地方。用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烹饪方式去呈现出它的美，它的野性之美。用味道返璞归真，充分感受自然的宁静，这样的餐厅特质吸引了一群热爱灵修的瑜伽爱好者们。一直希
希望把这种大自然的这样一个东西带到这个餐桌上面去。透过食物的角度看生活，感受季节的流动，在不是雕琢的味道之间，大家知道了生命如此珍贵。作为广州本土的秋季果品，增城甜柿个头比北方柿子小很多，但果肉细密，无核多汁，成为老广在视觉和味觉上感受秋色的不二之选。只需当地自制的三角叉轻轻一拧，软柿子便避免了落地之苦。哎，炸到了！吴静做过外企高管，也当过工厂老板，渴望回归自然的他，自从经营民宿之后，绝不错过亲手采摘食材的野趣。呢度咁多柿，全部爛晒響個地度，好可惜啊！在村子里待了3年，他最知道各家藏着的美食秘密。去村入邊曬得最好切餅嗰個阿凡屋企，再去收翻啲，再俾啲客人做飯後果呵。阿凡家的柿子剥去外皮，晾晒12、3天，脱水后便能保存半年之久。但要得美味，同樣要觀天色，勤收納。如果太陽曬出嚟就嗰種色啦，如果陰天曬到就呢種色啦。佢就咁樣暴曬，你哋唔使加啲乜嘢？乜都唔使嘅，係純天然嘅。在田地中尋找新鮮食材，是吳靜名正言順偷得半日閒的方式。民宿餐單的增城食寶，正當季的紫玉淮山吸引了他。呢啲細細條嘅可以攞嚟煮煲糖水食。為了便於挖取，淮山的種子會放在竹笭裡種下。不過，哪怕橫向固定生長，完整挖取也非易事。哎呀，斷咗啦！不過咧紫色好靚啊，真係紫玉淮山嚟嘅喎，好靚。民宿溯溪而建，潺潺流水下暗藏美味。员工都是当地村民，闲暇时捕捞广东山林溪地盛产的山坑鱼。吴静倒也乐见。有冇魚啊？有。本土出产食材，本土烹饪手法，本土著名菜肴。农家菜如何做的雅致，是本土大厨面对的难题。增城正果镇黄塘头菜已有100年历史，是老广钟爱的咸菜之一。腌制晒干，饱满结实，剁碎后咸味飘香。农家俗物的传统料理就是头菜肉饼，改造成肉丸后弹牙利口。吴静的搭档建筑设计师赖工是客家人，对于民宿出品的美食也有自己的标准。材料我觉得是要当地当季的。我挺喜欢它这个颜色的。紫玉淮山软嫩清爽，花青素含量高。晒好的山坑鱼油炸后酥香持久。
配上当地特产岭南佳果荔枝酿造的冰酒，清新甜爽的口感，在解除油腻之余，迅速提升了炸鱼的鲜味儿。总也停不下来的吴静几乎认得每户村民。每次兜兜转转，看到村民家的旧坛子，总忍不住顺便收一些回来，因为他觉得当地旧物散發的時光味道和當地美食相得益彰。花我擺喺酒店嗰度咧，就種粒花啊，大概幾多錢到咧？時光的保存是對耐心的考驗。吳靜和賴公近乎偏执的性格，让民宿超过3年才建成完工。所有房间的摆设都是自己设计，一砖一瓦、一花一树，更是自己挑选。呢啲節咧要節好少少，有少少強迫症。山居雅石，起因却是百年庐江堂的雅舍。跟混凝土相比起来，它相当于是会呼吸的墙了，它可以吸收一些湿气进去，在干燥的时候再把那里湿气给排出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许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带美食的桃花源。相居岁月，只有当心灵真正沉静，才能体会味道的美好。广西北部湾东海岸有片神秘的红树林海湾，这里孕育着一种特殊的美食——海鸭蛋。海鸭跨越蜿蜒的水道，在滩涂觅食嬉戏。偌大的海滩，6000只鸭子呼啸而来，放眼望去却不见踪影，因为它们的活动半径需要10几公里。我们的海鸭嘛，白天它自己就下去了，是那个小蟹还有小鱼。27岁的陈伟4年前回到家乡，赶鸭子下海是门技术活儿。半路出家的他多次实践，却一直不得其法。如何让几千只鸭子听从指令，陈伟只能求教父亲，一个资深的养鸭专业户。關頭杯，同埋起咯，啊，你唔使關得油，赶鸭子要遵循潮起潮落的时间，海鸭白天随着海潮觅食，它们的一日三餐就是退潮之后活跃在滩涂上的贝壳、跳跳鱼和螃蟹。一只招潮蟹引发的追赶，是红树林里最常见的戏码。因为独特的红树林地貌，北海的海鸭还能吃红树林的果实，实现荤素搭配。这片海滩不仅成了鸭子的安乐窝，也让红树林保护中心的科研人员有了实践基地，让南海的乡邻有了赖以生存的粮仓，让陈伟父子有了鸭蛋之外的美食收穫。天天個林鴨門裏面都下得錢路嘛，有冇得買得？
自由的鸭子才能生出最美味的蛋。可野生海鸭容易受到台风、海浪的袭击，费时费工，已经没有多少人願意放養。我跟住有啲彈性啊，想到同泥洲喎。沐浴都要等下咁嚟啫啦，跟住夢成埋先咪好。其實半應該有間啊，大咗。大隻出幾嘅，嗰隻白隻咧。生活從不辜負時光的投入。海鸭蛋蛋殼堅厚，蛋黃金紅，與普通鴨蛋相比，蛋清更為濃稠緊實。不過，被饕客們追捧的卻是蛋的另一種形態。我們北海都是原始祖先幾百年傳統，用稻草燒成灰再醃製的海鴨蛋。醃製鹹鴨蛋，一年四季皆可製作。陳偉尊重古法，草灰、當地海鹽、土陶罐是他的醃蛋三寶。可氣候濕度不同，下鹽的比重成為不可言傳的秘訣。少了不出油，多了則齁鹹。然後每一層鋪完之後，我們會撒一點點灰。好了，醃製完了。28天的醃製，完全交給時間打理。蛋中脂肪在草木灰與鹽的作用下解析，海鴨蛋已經成功轉化，蛋白茶色，蛋黃金紅。挑一點蛋黃放進嘴裡，口感細膩起沙，淡淡的海鮮味兒堪比蟹黃。我這裡幫手，這裡幫手。好。陳偉兒時愛吃蛋白，偷偷扔掉蛋黃，總被父母罵。哥，今天太忙了，你幫我打包一下。小時候你老欺負我，今天我麻煩讓你了。昔日父親靠海鴨養大了子女，如今陳偉靠海鴨成就了事業。客服、老闆、售後都是我一個人。最開心的事就是貼快遞單了，證明的話對我的信任呢。ถ่ายก็พอแล้ว收工啊，我拍主家呀。陳偉家的餐桌，鹹鴨蛋自是常備。鴨蛋黃碾碎略炒，加上南瓜，鹹蛋讓南瓜甜中自帶大海的鹹鮮。蒸熟的五花肉塞入鹹蛋黃，與香料一起燜煮20分鐘。攤涼後，蛋黃的鹹沙與花肉的軟糯搭配得相得益彰。你要吃哪個？吃這個啊，媽媽咬着給你吃來。其實陳偉學這個電子商務專業挺好的呀，那你老婆都是在網上認識的，是吧？陳偉習以為常的菜肴滋味，正是當年他漂泊在外懷念的味道。向往自由的人們，總渴望透過自然的美味，感受久違的自然。我剛開始在外地打工，朝8晚6啊，每個月都等着那每天幾百塊錢的工資，上班就等着下班。我覺得這樣蠻好，還是喜歡我們這裡有紅樹林，有海有水有鴨子。4年前的陳偉未曾想到，如今美滿的生活恰恰來自於曾經離開的這片土地。無數像鹹鴨蛋這樣家常的美食，在每天清晨湧入雜亂喧囂的市井之地，紛然雜陳卻又和諧統一。大俗即大雅，正是有着這種奇妙的共處，老廣俗與雅的分野，絕非衣香鬢影的皮相外表，而是源於踏實生活的從容內心。豆豉，老廣鍾愛的調料之一，價格雖廉，製作卻靠功夫，工序繁雜，耗時耗力。手工做豆豉更是鳳毛麟角。經過高溫烹煮的豆豉，無論是魚、排骨、雞鴨這類荤菜，甚至搭配苦瓜這樣的菜蔬，豆豉都能讓主角產生奇妙的反應，升級換代，與眾不同。
新兴大江，一个总人口才1万出头的小镇，有家不大起眼的大江豆豉厂，在食客心中宛如隐匿江湖的大侠。33岁的李海泉就在这儿出生长大。呢間廠係有60年代建廠，而家已經係50幾年歷史㗎啦。曾是镇办企业的大江豆豉厂，最兴旺时有40-50人，解体后只剩下老厂长一人经营，而这个老厂長就是海泉故去的外公。佢自己一個人蒸豆，一個人洗豆。我嗰陣時細個就幫佢手。長大後的海泉得了外公的真傳，至今仍遵循着傳統手作工藝，從選豆開始就絕不馬虎。阿姨打炒豆啦嘛？係。今年啲炒豆靚喎。靚個。豆晒咁錢喎。賣幾錢斤啊？3蚊斤。咁我同你買齊㗎啦，好嗎？係啊。常見的豆豉有2種，黑豆豉和黃豆豉。海泉選用的是本地新鮮黃豆，糖分比黑豆大，不好曬乾，但做出來的豆豉豆香濃郁。黃豆沖洗乾淨，浸泡1晚。天亮之前開始蒸豆。有年份的舊木桶要和媽媽2個人合力才能抬動。睇清嘅，睇清嘅。用薄膜把桶密封，大火蒸1個小時，黃豆蒸熟蒸透，變化悄然發生。得啦噃，阿媽。得啦。啊，好香啊！咦，阿媽好香咯噃。你試下，太好哈！係好啊。黃豆要發酵2次，再通過最重要的製曲過程，才能發生質變，成為老饕追捧的豆豉。肉眼難以觀測的滋味變換，離不開這排黑乎乎的竹簍，這是完成包子接種的法寶。讓每一粒黃豆都接觸到附着在竹簍上的菌種，再把它們放入溫暖濕潤的發酵房。毛茸茸的菌絲慢慢生長，宛如寒冬瑞雪，將豆子完全覆蓋。在這特殊的微生物實驗室裡，豆豉成曲長達1到2週的過程，會產生大量的蛋白酶，分解豆中的蛋白質，形成氨基酸、糖等物質。接下來，要將這厚厚的霉菌洗掉，把發霉的豆餅揉散，表面菌絲被搓掉後，留在竹面上做種。而豆豉的誕生，還要最耗力氣的一道工序——洗豆豉。包子有苦澀味，清洗不淨會讓豆豉變苦，功敗垂成。洗好的豆豉曬乾，就將被封入缸裡，開始2次發酵。88歲的老外婆，耳朵早已不靈光，但身體依然硬朗。親自切一大筐薑，在經歷長達3個月到半年的等待後，他將得到一缸特別的豇豆豉，那是以前老伴兒最喜歡的味道。佢做個豆豉最好，個個話要向佢學習，乜嘢都考豆豉，又係整羽毛豆豉啦，咁冇乜嘢。
盛夏的大江，天气瞬息万变。院子里的这几十口大缸，经历着暴晒、雷雨的催化。50天后，豆豉酿成了，还附赠了几十斤散发着浓香的酱油。正放的辣椒，倒进。带着酱油香的湿豆豉，最适合用来炒成酱，加点新鲜的辣椒圈，可谓绝赞。这酱不易保存，专留着自家享用。那一口凝结的酱香，用来下粥炒面，味道精炼隽永。豆豉出缸，仍需自然加持。因為看天時好唔好，太陽大啲，佢就快啲；太陽一般係唔係幾大咧，你都要2天都唔一定得。呢度是好香啊，個個可以當湯果咁食㗎。纯手工制作豆豉，下力气，靠耐心，却赚不了大钱。但李海泉对此一往情深。88岁的老外婆还在，妈妈还在，守住外公留下的豆豉作坊，就守住了家的味道。